郡主为了加倍快乐，拿着青楼媚药混着蜂蜜往他身上浇。男人喉咙发出几声轻喘，衣下微鼓，显然是动了情。一夜春宵后，郡主为了更好地取悦自己，打断了他的腿，将他囚禁在床上。当他不堪受辱准备自缢时，我却附身郡主。我睁开眼，萧眼半靠在床头，他的左腿不自然地扭曲着，隐约能看到渗出的血迹，那是被原主打断的腿，尚未愈合，后脑勺的钝痛还没消。无数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疯狂涌入脑海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一本言情文。故事初始，原主将萧衍一脚踢入泥潭，弄断了他的腿，下了猛药凌辱他。原主的结局极致悲惨，萧衍黑化后将他的手脚捆绑，丢进窑子里，叫来10几个乞丐凌辱他。最后他不但成为失智痴儿，尸体还会被丢入乱葬岗。不等我消化这惊悚的事实，脑海里突然炸响一道冰冷的机械音：未能及时照料男主萧衍，扣除生命值10点。剧痛席卷全身，腿一软差点栽倒。我环顾四周，心里疯狂骂街。不是吧？熬夜看小说居然穿越了，谁懂啊？刚穿来就扣血，系统你玩我呢？为了活命，我扯着原主的嚣张嗓子，对着旁边的侍女吼道：愣着干什么？快点打水拿药！再吩咐时，我的嗓子就哑了。装凶也太费嗓子了。端着黑乎乎的药碗凑过去，床上的萧衍一把就把药碗掀了，滚烫的药汁劈头盖脸泼过来，一股子苦味呛得我直皱眉。慕容雪，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他骂人的时候都带着气音，弱得可怜。废话，你死了我也得跟着死，我疯了才让你凉。我蹲下捡碎碗，心里这样吐槽着，嘴上却淡定道：我就是想让你活着，你死了我没法交差。看着流脓的地方，我忍不住碎碎念：这伤放现代，早打麻药清创了，哪用这么遭罪？话音刚落，萧衍突然抬头看我。现代是什么？我心里一慌，手一抖，加重了力道。萧衍闷哼一声，疼得死死抓住我的衣角。我拍了拍他的胳膊：忍一下，擦了药就不疼了，乖啊。说完我自己都懵了，怎么还哄上了？看着他昏睡过去的样子，没了刚才的凶狠，倒还有点好看。我心一软，任由他抓着衣角，蹲的腿麻都没敢动，直到他呼吸平稳，才蹑手蹑脚的想溜，压根没注意到床上的人眼睫轻轻颤了一下。男主好感度提升至5%，奖励特效金疮药1瓶。一瓶亮晶晶的药就出现在我手里，我眼睛一亮，这玩意儿可靠谱多了。我拿出特效金疮药给他换药，他没再反抗。我瞥见他腰间被血浸透的玉佩，上面的花纹复杂的很，绝不是普通仆役能有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合着还是只隐藏大佬。连着照料几天，我累得直接趴在他床边睡过去。醒来时身上多了件外袍。萧衍冷着一张脸：郡主若病倒了，谁来做我的挡箭牌？我看着他耳尖偷偷泛红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嘴硬心软的家伙，装什么装？但怕他怀疑我，我立马板起脸，扯着嗓子呵斥：萧衍，你最好安分点，否则本郡主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往外冲。萧衍看着我的背影，手指摩挲着刚才抓过我衣角的地方，眼底闪过一丝柔和。我躲在门外，拍着胸口喘粗气，对着系统吐槽：这反派太难伺候了，装凶比照顾他还累。请宿主再接再厉，男主好感度未达标，随时可能扣除生命值。行吧，为了活命，接着奶反派。没多久，系统的死亡威胁就又来了。发布新任务，让男主萧衍感受到温暖，时限3日，失败则抹杀。我盯着萧衍那张冷得能结冰的脸，欲哭无泪。他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挫骨扬灰，我哪敢给他送温暖？为了活命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营业，每天天不亮就去送饭，甚至把冷笑话、谐音梗都搬了出来，对着他絮絮叨叨。你知道铅笔姓什么？姓萧，因为削铅笔。萧衍面无表情，像在看一个傻子。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讲，主打一个自我感动式送温暖。这天我端着温热的汤药进去，刚走到床边，手腕突然被攥住，疼得我丝丝抽泣。萧衍猛地抬头，低声质问：郡主这般殷勤，所图何事？我疼得直皱眉，心里疯狂咆哮：图你活着，图系统不杀我。你以为我想天天热脸贴冷屁股？可嘴上不能输。我凑近他，用只有我俩能听到的声音挑衅：本郡主想做什么？还需要向你报备？非要我说的话，本郡主图你长得好看不行吗？萧衍明显愣住了，抓着我手腕的力道瞬间松了大半，耳尖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。他猛地甩开我的手，脸转向一边，冷声道：不知羞耻。可那语气软乎乎的，怎么听都像是恼羞成怒。男主好感度提升至30%，我差点笑出声，合着这反派吃直球啊！没等我偷了多久，表妹慕容晴就上门了，一身娇俏打扮，嘴里说着关心我的话，眼神却时不时瞟向萧衍。表姐，你对他也太过仁慈了，这般纵容，恐养虎为患啊！我翻了个白眼，正准备开口反驳，一直沉默的萧衍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成功把慕容晴的注意力吸了过去。我扶着他，对着慕容晴摆了摆手：表妹，我先扶她回房歇息，改日再陪你说话。刚关上门，萧衍的咳嗽声就戛然而止。我挑眉看他，装得挺像啊，萧公子。他淡淡瞥我一眼，语气带着点调侃：彼此。郡主刚才掐自己大腿憋笑，憋得脸都红了，也很辛苦。我脸一红，
差点被噎住，合着我刚才的小动作全被他看见了。男主好感度提升至40%。我正想找不两句，但这家伙油盐不进，我只能气鼓鼓的转身离开。可3天后，我端着早饭兴冲冲的去房里时，房间空荡荡的，萧衍居然失踪了。我对着系统呐喊：系统，他跑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别靠我血啊！系统沉默2秒，请宿主尽快找到男主，否则视为任务失败，即刻抹杀。造孽啊！这反派怎么还带跑路的？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负责扫扫后院的老嬷嬷偷偷拉着我，压低声音说：郡主，昨夜我起夜看见萧公子被几个黑衣人劫走，往城郊方向去了。我瞬间炸了，他不能死啊！他死了，系统还得扣我血，我也得陪葬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抓过腰间的金疮药和防身玉佩，翻身上马就往城郊冲，嘴里还碎碎念：萧衍，你可撑住，别死在半路上，我还得靠你保命呢。一路追到城郊庙宇，远远就听见兵器碰撞的脆响。我扒着庙门往里看，萧衍几招就撂倒一个刺客，合着这家伙一直在装病骗我。眼看刺客越来越多，萧衍渐落下风，我抓起旁边的木棍就冲了进去。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杀人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其实我腿都在抖，主打一个虚张声势。好在刺客们愣了一下，萧衍趁机反手解决了2个。混战结束，萧衍的手臂被划伤，但他却云淡风轻。我走过去，掏出随身携带的金疮药递给他，刻意板起脸：自己包，别死在半路上，耽误我的事。心里却在骂：男人你装什么装？他接过药，沉默了许久，低声开口：今日之事多谢。我立马打断他，眼神飘忽：今日什么事？我一直在房里睡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萧衍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就在我以为他要追问时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：男主好感度提升至60%。合着救他一命，好感度涨得这么快。萧衍突然开口，语气严肃：我是前朝皇室遗孤，被当朝老亲王追杀，他是慕容晴的靠山，我需要你郡主府的势力掩护。我瞬间懵了，原来我养的不是反派，是前朝大佬。为了活命，我立马点头成交，但你得保证别把我卷进去，我只给你打掩护。之后我用郡主特权，天天帮他打探消息。没过几日，慕容晴登门，一改往日尖酸：表姐，听闻你悉心照料萧公子，他的衣物沾染药味，恐难清洗，我特意让人送来干净衣物，顺带把脏的带来，让表姐亲手洗一洗，也显表姐仁善之心。我瞬间看穿他的把戏，冷笑一声，上前一步，语气带着几分戏谑：表妹这话就错了。我照料他，是我体恤下人，可你当众让我亲手洗他的衣服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抬手示意众人安静，声音清亮：难不成表妹是故意想让众人误会我与萧衍有私情，挑拨我与父王的关系，顺带污蔑我郡主失仪？说完，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慕容晴脸色瞬间惨白，慌忙摆手：表姐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一片好心。他语无伦次，眼底的慌乱藏都藏不住。郡王爷闻讯赶来，刚好听见这话，脸色沉了下来，冷冷瞥了慕容晴一眼。我心里暗爽，吐槽慕容晴跟我玩这套，当我是原主那个蠢货吗？就在这时，萧衍忽然抬头，眼神里多了几分笑意，随即开口：王爷明鉴，郡主仁善体恤小人伤病，慕容小姐此举确实难免引人遐想，小人卑贱，不敢玷污郡主清誉，还请王爷明察。郡王爷气得冷哼一声，呵斥慕容晴几句，便让他退下。我看着慕容晴狼狈离去的背影，差点笑出声，转头就对上萧衍似笑非笑的目光，心跳瞬间漏了一拍，慌忙板起脸：看什么看？我只是不想被人算计，可不是为了你。男主好感度提升至70%。我心里一乐，反将一军还能长好感度？血传慕容晴吃了亏，转头就联合老亲王递了假证，污蔑萧衍私通外敌，意图谋反。郡王爷被气得双目赤红，当场下令将萧衍拖下去鞭刑处死。我看着被侍卫按住的萧衍，脑子飞速运转，完了完了，他一死我必凉。我灵光一现，我带他受罚不就行了？既能救他，还能刷好感，简直是唯一的活路。没等萧衍开口，我跪在郡王爷面前，硬着头皮朗声道：父王息怒，萧衍伤病未愈，若受鞭刑必死无疑，女儿愿代他承受所有责罚。心里却在疯狂骂街：系统，你看看我，为了保命我都拼了，事后必须给我加生命值啊！萧衍闻言瞬间彻底失态，双手攥得指节发白，嘶吼道：慕容雪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他想冲过来，却被侍卫死死按住，眼底的慌乱藏都藏不住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家伙该不会是真的担心我吧？没等我多想，鞭子就落下，剧痛瞬间席卷全身，视线都开始模糊，脑子里只剩下救命啊！我为什么要遭这种罪？余光里，我看见萧衍死死盯着我，眼眶红得吓人，嘴唇动了动，幻觉般的看到他无声地说：傻子。检测到宿主行为蕴含超越任务计算的真实痛苦与牺牲，惩罚休眠。男主好感度剧烈波动中，我再也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萧衍正坐在床边，小心翼翼地给我喂药。他见我醒来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低声说：你好好养伤，
以后不准再这么冲动。我瞬间忘了身上的疼痛，一度以为我的舍身终于打动了他，我终于不用再甘心死期了，对他的信任也达到了顶峰，但我依旧嘴硬。我没事，不用你假好心。萧炎只是默默给我盖好被子，接下来几天他一直悉心照料我，我甚至开始幻想我们或许能好好相处，顺利完成任务，活着离开这个狗血世界。可我没想到这份幻想碎得比我挨的鞭子还快。几日后，郡王爷突然带着大批侍卫闯入我的房间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厉声呵斥：逆女，你竟敢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！侍卫们翻箱倒柜，搜出的正是之前萧衍让我帮忙盖印的那封信。我瞬间懵了，郡王爷气得当场吐了一口血，指着我：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即日起剥夺慕容雪郡主之位，打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我良久才反应过来，萧衍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郡主的身份，把我当成他复仇的妻子。天牢里阴暗潮湿，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夜深人静时，萧衍悄然出现，他凑近牢门，手指穿过铁栏，轻抚我的脸颊，低声道：慕容雪，你可知你身上流着谁的血？我猛地偏头躲开，咬着牙骂：萧衍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救你，信你！心里崩溃尖叫：造孽啊！我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的快穿生涯也太惨了吧！系统，你还是抹杀我吧。他看着我，眼底竟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痛苦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沉默地转身。黑色衣袍扫过冰冷的地面，彻底消失在天牢的阴影里。天牢里阴冷潮湿，蚊虫叮咬，我本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又加上心口的恨意与绝望，高烧瞬间席卷全身，意识开始模糊，浑身烫得吓人。我只觉得太累了，与其这样被人操控，任人摆布，不如一死了之，还能解脱这破剧情的折磨。就在我意识快要消散的瞬间，一只有力的手臂突然将我抱起，冰冷的药液被强行渡入我口中，苦涩的味道呛得我咳嗽，却也硬生生吊住了我最后一口气。我勉强掀开沉重的眼皮，朦胧的视线里对上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熟悉眸子，是萧衍。他穿着一身夜行衣，发丝凌乱，脸上还沾着灰尘和血迹，哪里有半分往日的清冷孤傲，活像个急红了眼的疯子。他紧紧抱着我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我揉进骨血里，一遍遍在我耳边低吼，声音沙哑又急切：慕容雪，我不准你死，听到没有？见我没反应，他又咬牙补充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偏执：听着，你是前朝嫡系留下的唯一血脉，那个养大你的王爷是窃取你江山的仇人，我扳倒他也是在为你复仇，所以你没资格死，你的命从始至终都是我的，只有我能决定何时结束。我瘫在他怀里，脑子嗡的一声炸了，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。这剧情比我快穿之前看的狗血爽文还离谱，合着我不仅是恶毒郡主，还是前朝遗孤。萧衍利用我，居然还是为了帮我复仇，我真是谢谢他了，大可不必。没等我消化这颠覆性的真相，他就用黑袍紧紧裹住我，身形一闪，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夜色。我缩在他怀里，浑身疼得动不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一张柔软的拔布床上，身处一个陈设清雅却守卫森严的院落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药香。奴婢们恭敬周到，端来的都是名贵药材熬制的汤药和补品，却个个口风极紧，问什么都只敢摇头。我心里门儿清，这哪里是养伤，分明是被萧衍软禁了。萧衍偶尔会深夜前来，总是站在窗边的阴影里，沉默地看着我，不说话也不靠近。我们之间隔着血海深仇，无数谎言，还有我被利用的真心，相对无言，气氛尴尬的能抠出30一挺。我故意别过脸不看他，心里吐槽：看什么看？害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？现在装深情给谁看？他有时会带来一些外界局势的消息，或是调查我身世的零散线索。我结合他带来的信息，在梳理原主的记忆，身世真相逐渐清晰。我却是前朝公主，当年前朝灭亡，忠心侍女拼死将我救下，辗转送到郡王爷府，而郡王爷收养我，根本不是善意，只是把我当成牵制前朝余孽的棋子。一旦前朝就不出现，就用我来要挟他们。萧衍所属的势力正是前朝忠心旧部，他们一直在暗中布局，想要推翻当朝统治，为前朝皇室复仇。就在我消化完这狗血真相，快要气炸的时候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命运轨迹发生根本性偏离，身世真相曝光，主线任务升级，协助男主复仇，查明前朝灭亡的全部真相，掌控自身命运。宿主获得初级实战技巧包一份，助力宿主自保与复仇。我眼前一亮，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手无缚鸡之力任人拿捏了。养伤期间，我从最初的崩溃麻木逐渐变得冷静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想要不被操控，必须自身强大。我不再怨天尤人，也不再跟自己较劲，主动找到萧衍，开门见山：给我找些兵法、读经之类的书。他愣住了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几秒，没问为什么，只淡淡点头。好。之后我一边养伤，一边靠着系统给的技巧包钻研暗器和用毒技巧，进步飞快。萧衍察觉到我的变化，眼神越发复杂，却并未阻拦，甚至默许我接触一些非核心的情报。外界，萧衍以我已在天牢逝世为由，继续推进他的复仇计划。
他利用那封伪造的谋反信，成功挑拨了郡王爷和老亲王的关系，让他们互相猜忌争斗，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。但他暗中调查我身世和前朝灭亡真相的举动，引来了老亲王的警觉。慕容晴以为我已死，得意洋洋，更加肆无忌惮地依附老亲王，妄图取代我的郡主之位，却也因萧衍的崛起而感到不安。他背后的老亲王势力也开始对萧衍展开新一轮的追杀。我看着窗外的月色，心里清楚，我不能永远被困在这个院子里，我要走出去，亲自查明前朝灭亡的真相，亲手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再也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。深夜，萧衍又来探望我，依旧站在阴影里。我转头看他，语气坚定，没有半分波澜。萧衍，我要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不能一直困在这里，我要跟你一起出去，亲自查明真相。他看着我眼底的坚定，沉默片刻，低沉开口：好，我给你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不准再冲动，凡事听我的安排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心里吐槽：拜托，我可是有系统的女人。嘴上却淡淡应道：可以，只要你别再利用我。萧衍办事效率倒是快，没过2天就给我弄好了新身份——江湖侠女苏雪，设定是父母双亡，身怀武艺，来京城投奔亲友。我看着那张伪造的录音，忍不住吐槽：苏雪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跟我本名就差一个字，慕容晴要是不怀疑才怪。萧衍淡淡瞥我一眼：江湖人取名粗陋，这样才逼真。再者，我不想你彻底忘了自己是谁。我心里一动，却仍旧嘴硬：少来这套，别又想打感情牌利用我。以苏雪的身份重返京城，我彻底放开了手脚。凭借系统给的初级实战技巧包，再加上我从现代学的那些小妙招，好几次都在关键时刻给萧衍救了场。老亲王派人抢走了前朝密信，萧衍急得团团转，召集手下商量对策，个个都束手无策。我凑过去轻描淡写地说：多大点事，声东击西啊！你派一批人假装去老亲王府硬抢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我趁机潜入后院，把密信偷出来，省时又省力。萧衍愣了愣，显然没料到我会出这么野的招，却还是照做了。我凭着灵活的身手和现代反侦查思路，轻松偷回密信，还顺便在老亲王府后院留了个假标记，误导他们以为是其他势力干的。萧衍拿着密信，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刮目相看。你这思路倒是奇特。我得意的扬下巴：别崇拜姐，姐只是个懂点小技巧的江湖人。心里却暗爽：开玩笑，现代谍战剧可不是白看的。还有一次，老亲王伪造证据，反咬前朝皇室谋反，萧衍找不到反驳的突破口，急得上火。我蹲在证据堆前，模仿现代痕迹鉴定的思路，指着信上的墨迹说：你看，这墨迹深浅不一，明显是分2次写的，而且印章的纹路模糊，边缘有修补的痕迹，肯定是伪造的。我们只要找到刻章的工匠，就能戳穿他的阴谋。萧衍按着我的思路去查，果然找到了老亲王伪造证据的把柄，狠狠反击了一波。从那以后，他对我越发认可，看我的眼神里除了复杂，还多了几分愧疚，偶尔会默默给我送些补品，嘴上却说：别多想，你要是出事，没人帮我查真相。我翻个白眼，懒得拆穿他。知道了，萧大人。变故发生在一次打探线索的任务中，我们不小心陷入了老亲王的埋伏。眼看一支冷箭就要射向我，萧衍猛地扑过来，替我挡了一箭，当场重伤昏迷。我心里一紧，忘了吐槽，也忘了恨意，凭着系统给的技巧，硬生生带着他杀出重围，躲进了提前准备好的安全据点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亲自给他换药、熬药、守夜，累得眼睛都快睁不开，连吐槽的力气都没了。直到第5天，萧衍才缓缓醒来，看着我眼底的疲惫和红血丝，他沉默了许久，终于放下所有心防，声音沙哑的道歉：慕容雪，对不起，之前利用你是我不对，我只是太怕失去你，太怕复仇失败，无法为你为前朝皇室报仇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心里的恨意像冰雪遇到暖阳，渐渐融化，却也没彻底原谅，只是平静地说：过去的事暂且不提，我们现在是盟友，先完成复仇再说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却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隔阂正在慢慢消散。男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至100%，彻底放下复仇执念的优先级，将宿主的安全与幸福放在首位。系统提示音一响起，我差点笑出声，心里疯狂吐槽：好家伙，这黑莲花终于有点人性了，早这样何必折腾我这么久？可嘴角却忍不住上扬，心底也悄悄生出一丝异样的情愫，连我自己都没察觉。萧衍彻底变了，表面上还是清冷模样，暗地里却派了不少人手保护我这个江湖侠女，送的补品堆成了山，甚至会特意给我带京城最火的糕点。这一切都被慕容晴看在了眼里，她极度的发狂，很快就猜到这个突然出现的江湖侠女大概率和我有关。慕容晴开始暗中阻挠，先是散布谣言，说我是妖女，迷惑萧衍，搅得京城人心惶惶。见这招没用，又派刺客刺杀我，想除掉我这个眼中钉，同时让萧衍分心。有一次，刺客深夜潜入我的住处，幸好我反应快，凭着系统给的技巧勉强抵挡，却也被划伤了胳膊，身份也险些暴露。萧衍得知后彻底震怒，一改往日的隐忍，第一次不再掩饰对我的在意，他当着众臣的面公开维护我，直言苏雪是他的盟友，谁敢动他就是与他为敌，甚至不惜与慕容晴与老亲王撕破脸皮，下令全城追查刺杀我的凶手，严惩不贷。深夜，他来到我的住处，
看着我胳膊上的伤口，眼神里满是心疼，认真的说：“以后有我在，没人能再伤害你。”那一刻，灯光映在他的脸上，温柔又坚定。我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意早已超越了愧疚和利用，而我对他的情愫也在不知不觉中愈发深厚。我别过脸，掩饰住嘴角的笑意，嘴硬道：“知道了，别这么肉麻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”萧衍看着我泛红的耳根，低低笑了起来，语气里满是宠溺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心里小鹿乱撞，暗自腹诽。完了完了，我该不会真的爱上这个曾经利用我的黑莲花了吧？这剧情也太狗血了。老亲王的老狐狸果然没那么好糊弄，察觉到异常后，暗地派人查我底细，没几天就把我的真实身份扒得底朝天。偏偏在萧衍和他势力交锋的关键时候，老亲王的人直接当众掀了我的底。萧衍，你护着的根本不是什么江湖侠女，是本该死在天牢里的慕容雪，前朝余孽公主。我当场懵了，心里疯狂咆哮：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刚装了几天侠女就被当场抓包，这老狐狸效率也太高了！没等我反应，大批侍卫围了上来，老亲王的人喊话：抓住慕容雪，就能要挟萧衍和前朝旧部，动手！萧衍想都没想，直接挡在我身前，拔出佩剑浴血奋战，剑光凌厉，却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没一会儿就浑身是伤，嘴角淌血，硬生生被逼到了绝境。我看着他护在我身前的背影，心里又酸又气，酸他拼尽全力护我，气他之前藏着掖着，嘴上却忍不住喊：萧衍，你别死啊！你死了，谁跟我一起复仇？谁赔我之前受的罪？就在我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萧衍的暗中势力终于赶到，刚安顿下来，萧衍就撑着重伤的身子，拉着我的手，终于坦诚了所有秘密，语气沙哑：之前利用你，都是为了让你避开老亲王的迫害，还能借你的郡主印鉴，挑拨他和郡王爷的关系，引出他的罪证。他顿了顿，眼底满是沉重。老亲王勾结外敌，谋害皇室，才夺了政权。现在他图谋皇位，残害忠良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家族，为了前朝百姓。我听得脑子嗡嗡作响，合着这货从头到尾都在反向守护，之前的利用、伤害全是无奈之举。我心里百感交集，之前的恨意瞬间烟消云散，甚至有点愧疚。之前还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我主动握住他的手，平静地说：过去的事我不怪你了，从今往后我们并肩作战，一起查明所有真相。萧衍愣住了，随即眼底泛起光亮，紧紧回握我的手，力道大得像是要把我揉进骨血里，声音都带着颤抖：雪雪，谢谢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抽回手对他：别叫这么肉麻，我只是不想我的仇没人一起报，可不是原谅你之前坑我。心里却悄悄软化，我们终于放下芥蒂，复仇计划正式启动。我联络散落各地的前朝旧部，凭着系统给的技巧和现代口才，硬生生凝聚起一股不小的力量。萧衍则靠他的智谋和暗中势力，打探老亲王的罪证，挑拨他内部矛盾。我们还联合了朝中的忠良之士，渐渐掌控了朝堂内外的主动权。这边我们打得风生水起，慕容晴那边彻底疯了。得知我不仅没死，还和萧衍并肩作战，他极度的红了眼。他暗地给老亲王传消息，带着刺客来刺杀我，简直是疯魔了。我看着来刺杀我的慕容晴，忍不住嘲讽：慕容晴，你是不是闲的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跟我们作对？你以为老亲王能护你一辈子？他气得面目狰狞。我就是看不惯你，凭什么你死里逃生？凭什么萧衍眼里只有你？凭什么你能当前朝公主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凭着系统给的技巧，几下就制服了他的手下，把他赶了出去，心里吐槽：恋爱脑真可怕，被嫉妒冲昏了头。随着计划深入，老亲王为首的隐藏集团渐渐浮出水面，势力庞大，手段狠厉，给我们的复仇带来了不小的阻碍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：宿主与男主达成深度合作，奖励高级实战技巧包一份，解锁前朝密信线索。高级技巧包，这下复仇更有底气了。经过一次险象环生的任务，我们终于夺回了老亲王谋害前朝皇室的核心密信。回到据点，萧衍从怀里掏出一块刻有前朝龙纹的玉佩，郑重地递给我，眼神真诚而坚定：此物是前朝皇室信物，可保你性命。雪雪，等复仇成功，我就与你携手一生，再也不分开。我接过玉佩，紧紧握在手里，玉佩的温度透过指尖传到心底，百感交集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却还是嘴硬道：谁要跟你携手一生？先把老亲王扳倒再说。萧衍看着我，低低笑了起来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语气满是宠溺：好，都听你的，等复仇成功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别过脸，掩饰住嘴角的笑意，心里吐槽：完了完了，彻底栽在这个黑莲花手里了。自从和萧衍彻底解开误会后，我们的关系就悄悄滑向暧昧。我熬夜推演谋略时，他不会多说废话，只会默默披件外衣在我身上，递上一杯温热的热茶，语气带着点不容拒绝的宠溺：别熬太晚，谋略再重要也没你重要。我替他包扎伤口时，忍不住念叨他不小心，他就乖乖坐着，眼神粘在我身上，低声应着：都听你的。夜里闲下来，我们会坐在院子里看月光，聊前朝往事，聊复仇后的期许，情意浓得快意出来。萧衍的醋意更是藏都藏不住。我联络前朝旧部时，难免会和一些年轻将领讨论事宜，每次萧衍撞见，脸瞬间就冷了下来，浑身散发着低气压。他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腕，借口有紧急任务，硬生生把我拽走，路上还酸溜溜的质问：和他聊得很开心。我故意逗他：是啊，
那位将领又年轻又能干，比某些人嘴硬心软强多了。他气得耳根发红，却又不敢凶我，只能笨拙地展示自己的武艺，耍了一套剑，然后看着我，语气别扭。我比他厉害。我憋笑憋得肚子疼，心里却暗自窃喜。原来这个隐忍的反派也会有这么幼稚又可爱的一面，也让我更加确定他是真的爱我。平静的暧昧日子没持续多久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当朝太子居然得知了我的身份和才智，还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直接派人前来求亲。使者说的天花乱坠，核心就一个，娶我为太子妃，利用我前朝公主的身份拉拢旧部，帮他争夺皇位。作为交换，他会帮我们推翻老亲王，为前朝平反。我看着使者递来的求亲圣旨，心里疯狂吐槽：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怎么还被太子盯上了？这狗血剧情就不能停一停吗？慕容晴得知消息后，简直如获至宝，立马开始大肆宣扬，到处散播流言，说我水性杨花，一边和萧衍纠缠不清，一边又贪图太子妃的尊贵位置。他还暗中两头挑拨，跟太子说萧衍野心勃勃，只想利用我复位前朝，绝不会真心辅佐他。又跟老亲王献计，让他借太子求亲的机会，挑拨我和萧衍反目，坐收渔翁之利。一时间，京城上下流言蜚语四起，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我和萧衍的关系也陷入了巨大的危机。萧衍变得沉默寡言，眼底满是痛苦和不安。我知道他在怕我会选择太子，怕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感情会毁于一旦。终于在一个深夜，萧衍再也按捺不住，紧紧拉住我的手，眼神真诚而痛苦，一字一句地坦诚了他的心意。我知道太子能给你尊贵的身份，但他给不了你真心。我对你早已情根深重，我之前利用你是我不对，我用一生向你道歉，求你相信我，等复仇成功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安稳的家。其实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，太子的求亲对我而言不过是一条看似轻松的捷径，但我清楚他看中的从来都不是我，我爱的是这个隐忍坚韧，虽有算计却始终守护我，愿意为我低头道歉的萧衍。我反手握住他的手，笑着对他：你是不是傻？我要是贪图富贵，当初就不会陪你出生入死，更不会原谅你之前的算计。萧衍愣住了，眼里满是难以置信。我继续说：太子那边我会处理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。为了不彻底得罪太子，我表面上恭敬有礼，委婉地拒绝了求亲，说自己出身江湖，配不上太子妃的尊贵身份，只想辅佐太子推翻老亲王的暴政，为天下百姓谋福祉。暗地里我和萧衍合谋，利用太子对我的兴趣，让他成为我们的妻子，故意放出消息，让老亲王误以为我们和太子达成了合作，放松警惕。慕容晴和老亲王见挑拨不成，又得知我拒绝了太子的求亲，彻底恼羞成怒，开始对我展开多次暗杀，次次都往死里下手。我和萧衍屡次涉险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宿主与男主生死相依，情感羁绊达到顶峰，解锁生死契约 buff。宿主与男主受伤时，可互相传递自愈能量，提升存活率。我心里一紧，才意识到萧衍的处境比我想象的更危险。老亲王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我必须变得更加强大，才能守护好这个愿意为我放弃一切的人，才能和他一起完成复仇，迎来我们的未来。萧衍看着我，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语气坚定：有我在，我们都会好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吐槽：废话，我可是有主角光环的，我们肯定能赢。慕容晴那疯女人居然找对了萧衍的死穴。前朝旧部大多是老弱妇孺和忠心老将，那是他碰不得的逆鳞。他联合老亲王暗中挟持了所有旧部，派人传话给萧衍，威胁道：3日内把慕容雪交出来，否则前朝旧部一个不留。老狐狸还故意放话，说拿到我就放部分旧部。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。更阴的是，慕容晴居然模仿萧衍的字迹写了封合作密信，内容恶心到爆。慕容晴愿献慕容雪，换前朝旧部性命与老亲王助我复位。事成之后，除慕容雪以绝后患。这货还偷偷把密信塞到我住处，我无意间翻到，看着熟悉的字迹，再联想到近期萧衍神色恍惚，频频避着我，气得我差点把密信撕了。萧衍收到威胁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整日沉默寡言，眼底满是挣扎。我拿着密信找他质问，他却突然抬头，眼神冷得像冰，语气绝情到离谱：是我写的，你本就是我复仇的棋子，如今没用了，自然要用来换旧部性命。我当场懵了，合着之前的表白誓言全都是演的。3日后，萧衍亲自把我带到约定地点，交给老亲王的手下。我看着他冰冷的眼神，听着他对那些人说：看好他，别让他跑了，我要亲眼看到旧部被释放。我彻底崩溃了，当众嘶吼着质问他：萧衍，你之前的表白誓言全都是假的。他避开我的目光，语气决绝的像在割心：从来都是假的，慕容雪，你太天真了。那一刻，我心如死灰，狠狠将他之前送我的龙纹玉佩扔在地上，恨不得冲上去撕了他那张虚伪的脸。被带走时，我脑子里全是绝望，心里疯狂吐槽：造孽啊，能不能别这么虐我了？我被囚禁在老亲王的密室里，受了点轻伤。老狐狸要留着我牵制萧衍和前朝旧部，没敢下死手。没过多久，慕容晴就上门嘲讽，笑得一脸得意：慕容雪，你看看你多可怜，萧衍从来都没爱过你，他眼里只有复仇。我起初绝望又麻木，连怼他的力气都没有。可转念一想，
我要是就这么认输，要是萧衍真和老亲王合作，复仇就彻底无望了。心底的韧劲瞬间被激发，就算没有萧衍，我也要活下去。我靠着前期偷偷学的10度技巧，一眼就识破了密室看守饭菜里的迷药，假装吃下迷药昏迷过去，趁看守放松警惕，悄悄解开身上的锁链。与此同时，萧衍安排的暗卫联合我前期联络的江湖盟友，发动突袭，牵制住了密室的看守。暗卫拿着那枚我扔掉的龙纹玉佩，冲到我面前。郡主，公子有令护您周全，他自有苦衷。我看着玉佩，心里满是疑虑，可也知道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，没再多问，跟着暗卫和盟友趁机撤离，成功逃出了老亲王的据点，躲进了江湖盟友的隐秘山寨。我逃脱后，萧衍得知消息，暗中松了口气，转头就向老亲王请罪，说自己一时疏忽，假意被老亲王斥责软禁，实则趁机潜伏在老亲王府附近，收集他谋害前朝皇室的证据，还暗中联络旧部准备营救计划。他多次派暗卫给我送药品、粮食和情报，却从不露面，估计是怕老亲王察觉异常，也怕我不愿见他。我躲在山寨养伤，直接拒绝了萧衍暗卫送来的所有东西，除了老亲王的动向情报，不用白不用，报仇要紧。我靠着现代逻辑推理分析老亲王的布局漏洞，多次带领江湖盟友破坏他的小动作，截获他的粮草，救出被关押的小部分忠良，气得老亲王暴跳如雷。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检测到宿主自主成长，意志坚定，解锁情报分析技能，助力复仇。我挑眉冷笑，心里吐槽，早这样多好，非要等我被逼到绝境，系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得知老亲王要秘密转移部分前朝旧部，我当即决定带领江湖盟友突袭营救。旧部是萧衍的软肋，也是前朝最后的希望。就算我和他划清界限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弱妇孺送死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是老亲王和慕容晴设下的陷阱。据点周围布满伏兵，我们刚冲进去就被团团包围，盟友伤亡惨重，我也被一箭射中肩膀，剧痛难忍，彻底陷入绝境。看着围上来的侍卫，我心里疯狂骂街：不是吧，不是吧！我这刚独立复仇没2天，就栽这么大跟头，慕容晴那疯女人居然这么阴！我握紧手里的剑，哪怕手臂发麻，流血不止，也没想过认输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总比再被人利用强。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萧衍带着暗卫和前朝精锐浴血奋战，他浑身是血，剑光凌厉，拼尽全力朝我这边冲，嘴里嘶吼着：护好郡主！我愣住了，一时竟忘了反应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他怎么来了？混乱中，一支冷箭直奔我心口而来，萧衍想都没想，猛地转身挡在我身前，他踉跄了一下，却还是转头看向我，眼神虚弱却坚定，昏迷前还在反复叮嘱暗卫：护好郡主，别让她受伤。我看着他倒在我面前的模样，心口又酸又堵，连吐槽的力气都没了，别无选择。萧衍重伤的无法移动，再加上我心底那一丝不甘，我想弄清真相，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背叛我，只能带着他和残余盟友撤回了江湖盟友的隐秘山寨，亲自给他疗伤。看着他后背狰狞的伤口，我一边给他换药，一边说：萧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不是要舍弃我换旧部性命吗？现在要拼死去救我，装什么深情？话虽这么说，手上的动作却不自觉地放轻，眼底的心疼藏都藏不住。萧衍醒来后，看着守在床边神色复杂的我，终于不再隐瞒，从怀里掏出一叠证据摆在我面前。这是老亲王挟持旧部的完整名单，这是慕容晴伪造密信的笔记对比，我暗中留了他的笔记样本，还有我和暗卫的联络信件。他声音沙哑，语气里满是疲惫。那些旧部是前朝最后的希望，也是我活下去的意义。我不能看着他们送死，我故意对你绝情，是为了让老亲王放松警惕。我不告诉你真相，怕你冲动坏了计划，更怕老亲王看出破绽，对你和旧部下死手。说着，他缓缓撑起身子，露出后背的伤口，苦笑道：我若真和老亲王合作，他怎会让我受这样的伤？雪雪，我知道我错了，错在隐瞒你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害你。话音刚落，被营救出来的部分前朝旧部也赶来作证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着萧衍这些日子的付出。我看着萧衍重伤的模样，再想到自己逃脱时的接应，这些日子收到的情报，心中的误会一点点化解。我心疼他独自承受的痛苦与误解，愧疚自己没有相信他，轻易就否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但我没有立刻原谅，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对他说：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，但感情的事，给我们彼此一点时间。萧衍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光亮，紧紧看着我，用力点头：好，无论多久我都等你，我会用行动弥补对你的伤害。误会部分化解，宿主对男主好感度回升至50%，实战技巧包完全解锁，额外奖励团队协作 buff， 助力宿主与男主盟友配合。系统提示音一响起，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合着你也看心情办事。另一边，老亲王和慕容晴得知萧衍反水，部分旧部被营救的消息，彻底震怒。慕容晴不甘心，立马向老亲王献计。
萧衍重伤，慕容雪身边只有江湖盟友实力薄弱，我们趁机突袭山寨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老亲王被气得暴跳如雷，当即采纳了慕容晴的计策，调动大量兵力，暗中集结，准备突袭我所在的山寨。消息很快传到山寨，盟友们人心惶惶。我看着身边重伤未愈的萧衍，又看了看士气低落的盟友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了手里的剑。复仇局势愈发紧张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我转头看向萧衍，语气坚定：喂，你可得快点好起来，不然没人替我挡刀子了。萧衍看着我，眼底满是宠溺，轻轻握住我的手。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面对危险。这一次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再也不分开。我嘴上嫌弃他肉麻，却没有抽回手。老亲王与慕容晴半点不拖泥带水，趁我们刚和解，萧衍伤势未愈，直接率军突袭山寨。密密麻麻的敌军将山寨围得水泄不通，粮草河水源被彻底切断，妥妥的绝境开局。我看着山下黑压压的人影，心想：合着这俩货专挑软柿子捏，刚消了误会就要团灭，这剧本是没别的套路了是吧？吐槽归吐槽，保命复仇才是正事。我和萧衍对视一眼，没有半句多余废话，彻底放下所有隔阂，当即分工协作。萧衍靠着精湛的兵法谋略，站在山寨制高点指挥众人布防，亲手设计陷阱，调配兵力，语气沉稳利落，半点看不出还是个商号。我则激活系统全部技能，凭着现代反侦察思路，带领一批身手最利落的江湖盟友，悄悄绕到敌军后方，主打出其不意，一边截获他们的粮草河水源，一边快速救治受伤的盟友与前朝旧部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却半点不敢松懈，战斗愈演愈烈，伤亡不断增加。慕容晴那疯女人见正面久攻不下，居然亲自带队想搞偷袭。我正忙着指挥盟友搬运截获的粮草，压根没察觉身后的动静，直到听见萧衍撕心裂肺的一声小心，才猛地回头。一支长剑正直刺向我的后背，来不及多想，萧衍已经疯了一样冲过来，硬生生挡在了我身前。长剑刺穿了他的肩膀，渗出血迹。萧衍踉跄了一下，却依旧强撑着笑意。我一股怒火直冲头顶，体内的系统力量瞬间爆发，手里的剑舞得密不透风，不过几招就击溃了慕容晴的手下，冲过去紧紧扶住摇摇欲坠的萧衍，眼泪不受控制的直流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萧衍，你傻不傻？萧衍忍着剧痛，伸出冰凉的手指，轻轻擦去我脸上的眼泪，语气温柔又坚定：我说过会用行动弥补你，不会再让你受一点伤害。学学我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我紧紧抱住他，哭着喊道：我原谅你了，萧衍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再也不互相猜忌了。萧衍浑身一震，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回抱住我，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：好，哪怕是死，我也陪着你。宿主与男主彻底和解，情感羁绊拉满。慕容晴派心腹手下绕到山寨后方，想点燃粮仓，切断我们最后的粮草补给。可吃过一次亏，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了。我提前安排了4名身手利落的盟友，埋伏在粮仓附近，就等他的人自投罗网。果然，他的手下刚点燃粮仓的干草，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就被我们的人当场抓获，连带着火种一起被押到了众人面前。更意外的是，我们还从他手下身上缴获了他和老亲王的联络信件，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2人的全部罪证，连细节都写得明明白白。我拿着信件带着人找到慕容晴，当众揭穿了他的诡计和罪行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慕容晴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就你这点拙劣的小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现在你办事不力，还泄露了这么多机密，你觉得老亲王还会来救你吗？慕容晴的手下听完我的话，再看看被抓获的同伴，又想到老亲王的狠辣无情，瞬间慌了神，纷纷倒戈，当场表示要归顺我们，不再跟着慕容晴作恶。慕容晴彻底慌了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歇斯底里的嘶吼：你们别听他的，老亲王不会放弃我的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，我是他的人，他不能不管我。可他的话再也没有人相信，身边的手下一个个离他而去。老亲王得知慕容晴办事不力，当场下令不再支援慕容晴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慕容晴得知这个消息后瘫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跋扈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下令把他关押起来，派专人看守。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我只觉得大快人心。击退老亲王的突袭后，山寨终于恢复了短暂的平静。我和萧衍趁着这个间隙，抓紧时间整合所有可用力量，一时间我们的势力大增，复仇的底气也越来越足。萧衍的伤势在我的精心照料和系统 buff 的加持下恢复得飞快。我们俩坐在山寨的院子里，借着月光制定了详细周全的总攻计划。萧衍指着面前的地图，耐心地给我讲解计划。我看着地图，快速补充了方案。萧衍眼前一亮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语气里满是宠溺：还是我的雪雪聪明，想得太周全了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我伸手拍开他的手：别动手动脚的，谈正事呢。要是总攻失败，我们俩都得完蛋，到时候谁也别想活。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发布了终极任务：宿主与男主彻底和解，共同目标明确，解锁终极技能真相公式。任务完成后，宿主可自由选择留在这个世界或返回现代。我不禁笑了出来，心里想：
终于要结束这狗血又虐心的快穿生涯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开始全力筹备总攻，清点兵力，筹备粮草，训练队伍，联络朝中中粮，探查京城地形，每一件事都做得有条不紊，精益求精。萧炎每天忙着训练士兵，打磨作战策略，亲自示范剑法和战术，累得倒头就睡。我则忙着熟悉京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，联络江湖盟友，调试系统的终极技能，确保总攻当天能完美发挥技能的作用，同时整理所有罪证，确保没有一丝遗漏。夜色渐深，山寨里的灯火依旧明亮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斗志与期待，没有一丝畏惧。我靠在萧炎的肩膀上，看着眼前忙碌却有序的景象，心里满是安稳与踏实。萧炎轻轻搂住我，在我耳边低声说道：学学等复仇成功，我就娶你，给你一个安稳的家。我笑着点头，脸颊微微发烫，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柔而静谧。我们都知道一场决定命运的恶战即将来临，总攻之日如期而至。按照既定计划，我乔装成宫女，裹着宽大的宫装，领着几名同样乔装的江湖盟友，混在进宫采买的队伍里，顺利潜入京城。不得不说，这宫女装扮是真别扭，束手束脚的。我们避开守卫巡查，顺利与忠良之士会合，趁着京城守卫混乱之际，迅速控制了城门、皇宫守卫、兵库等要害部门，拔掉了老亲王安插的眼线，为萧衍的大军进城扫清了所有障碍。整个过程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拖沓。时机一到，我激活系统终极技能真相公式，将老亲王的所有罪证同步传递给了京城每一位百姓和朝中所有官员。京城百姓得知真相后，沿街高喊着诛杀老贼，群情激愤。朝中官员见老亲王大势已去，联名上奏，要求严惩老亲王。城外，萧衍带领兵力顺利进入京城，直奔老亲王府。老亲王动用自己培养多年的死士，双方展开了惨烈的厮杀，刀剑碰撞声，嘶吼声传遍整个王府。激战正酣，老亲王亲自披甲上阵，手持长刀，直奔萧衍而来，语气狠厉：萧衍，你这逆贼坏我大事，今日我必取你狗命！萧衍拔剑迎战，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。老亲王武功高强，又未曾荒废武艺，萧衍虽伤势痊愈，内力却尚未完全恢复，渐渐落入下风。我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，二话不说，提剑直奔战场，大喊道：萧衍，我来帮你。老亲王被我们两人夹击，渐渐体力不支，招式也变得凌乱。萧衍抓住时机，纵身跃起，长剑直指老亲王的手腕。老亲王的长刀掉落在地，我趁机上前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长剑抵住他的脖颈，语气冰冷：老贼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老亲王挣扎着，满脸不甘与怨毒，却再也无力反抗，最终被我们活捉。我与萧衍将老亲王押到皇宫广场，召集了京城百姓与朝中所有官员。萧衍手持老亲王的罪证，声音铿锵有力：当年老亲王暗中勾结外敌，谋害前朝皇帝与皇室宗亲，篡改遗诏，欺压百姓，残害忠良。我萧氏一族、慕容氏一族，还有无数忠良之士，皆被此贼所害。百姓们怒火中烧，纷纷要求严惩老亲王。朝中官员也纷纷表态，支持处置老亲王。最终，萧衍宣读圣旨，当场废黜老亲王的爵位，将其打入天牢，等候凌迟处死。与此同时，被老亲王挟持的前朝旧部也全部被营救出来，众人相拥而泣，压在心头多年的仇怨得以化解。前朝旧部也放下了复仇的执念，纷纷表示愿意辅佐贤明之人，守护天下百姓。处置完老亲王，我与萧衍一同前往天牢，召见了被关押的慕容晴。慕容晴见老亲王倒台，瘫倒在地，彻底崩溃。我们将慕容晴继续关押在天牢，让他在无尽的悔恨中度过余生。复仇完成，真相大白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终极任务完成，恭喜宿主！系统将解除绑定，宿主可自由选择，是返回现代，还是留在这个世界？我微微一怔，心中有过片刻犹豫。我看向身边的萧衍，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早已情深似海。这个世界有我付出的真心，有我牵挂的人，有我们一起守护的百姓，我早已放不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坚定地说道：我留在这个世界，和萧衍在一起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温暖的力量包裹着我，系统彻底解除绑定，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，终于再也不用被任务绑架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萧衍放弃了复位前朝的想法。我不解地问他：你苦苦复仇多年，难道不想重建前朝吗？萧衍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语气温柔而坚定：我复仇只是为家人，为忠良报仇，为百姓讨一个公道。如今老贼已除，天下需要的是安稳的生活，而非战乱。我与萧衍一同辅佐当朝皇帝，整顿朝纲，减免赋税，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惩治贪官污吏，废除老亲王时期的苛政，重用忠良之士，一步步让天下恢复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萧衍凭借自己的智谋与才干，深得皇帝的信任与百姓的爱戴。一段时间后，皇帝感念我与萧衍的功绩，下旨册封萧衍为摄政王，辅佐自己处理朝政，册封我为长公主，享有至高荣誉。朝野上下无人不服，百姓们也纷纷称赞
但我们是贤良之士。从此，我与萧衍携手并肩，辅佐皇帝，守护天下百姓，再也没有纷争与伤害，没有阴谋与算计。闲暇之时，我们会一起走出皇宫，微服私访，看看百姓的生活，逛逛市井小巷，或是回到山寨，与江湖盟友、前朝旧部小聚，畅谈过往与未来。月光下，萧衍紧紧搂着我，语气温柔：“雪雪，幸好我们能一起守护着太平盛世，共度余生。”我靠在他的肩头，憋了半天，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喂，跟你说个大事，我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来自一个叫现代的地方。之前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都是我那边带来的。”萧衍猛地僵住，低头看着我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现代这个词倒是耳熟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比京城还好吗？”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，我笑得直不起腰，拍着他的胸口吐槽：“笨死了，就是没有皇帝，没有江湖恩怨，有飞在天上的铁鸟，跑在地上的铁盒子，不用舞刀弄剑，能吃饱穿暖的地方。”萧衍愣了好一会儿，才缓过神，非但没惊讶，反而笑得更温柔，伸手捏了捏我的脸，语气带着点委屈：“不管你来自哪里，不管你以前是谁，只要是你就好。你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”月光温柔，晚风微凉，藏了这么久的秘密说出来，反而更安心。不管我来自哪里，他爱的从来都是我这个人，这大概就是最幸运的事了。我靠在他的肩头，心里满是甜蜜。我庆幸自己选择留在这个世界，开启安稳幸福的新生活。